在我们这个年龄段已经接近30岁了，真的是没有多余时间去跟人家乱吹水啦，去跟人家吵架啦，睡觉时间都在这边想怎么把钱赚得更多。30岁了，真的是不能再玩了啦。可能到了这个年龄的我，还会自我怀疑一下，怎么不早一点开始投资？这几个月的我呢，换了一种理财的方式，所以我交给了 SEMI一个自动帮我做外汇交易的机器人。外汇大家都听过了，什么是 SEMI呢？它就是一个机器人来自动的做交易了，但是有专业团队正在盯盘，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关，都是他们在操控，而且它都是在马来西亚时钟早上到傍晚的时候进行，才能避开可能让行情大暴走的新闻时段。所以 SEMI呢，其实很简单，最低门槛500块美金，什么都不用做。你看我大概是2个礼拜的这个成绩，大概赚了一个100多块美金，不多，每天平均大概是10到30块钱左右。当然，这个要抱着一个非常好的心态不求一夜暴富，只求不让我熬夜盯盘啊！请点击我 description 下面的这个链接，进入我的 Telegram 群，我们会在群里更新交易状态，还有机器人的表现，先进群了解看看啦。该讲的话还是要讲的啦，投资有风险，请根据自身状况来决定是否参与。大家好，又是爱的人，爱的人不是一个车评，只是 POV 啦。欢迎回到来 POV 试驾系列了。在我后面有一个 Toyota Celica， 你们想看吗？想看吗？赶快点个赞了。可能车主看到有2-3千个赞呢，他可能就会让我试驾的车嘞。今天我们来讲一下 Honda Civic Type R 的 FN2， 它是跟 FD2 同一个时代推出来的。FD2 的主攻亚洲市场，尤其是在日本那边，而且它也是首次呢在日本以外发布的一辆 FD2， 也就是在马来西亚啦。所以当时 Honda 很疼马来西亚一下的哦。这辆 FN2 呢是推出在欧洲国家。那有些人叫 Type R 的 FD2 呢，他们就很不喜欢 FN2。有些人没有叫 Type R 的，也是对它有偏见，因为他们说，哎呦，它的后悬挂是一个 torsion beam 垃圾。那这个要问一下阿豪就知道了，因为阿豪之前有买过一辆，我还来不及 review 它，把它卖掉去买 FK2，他不要了。非常感谢车主丁，但是他今天就没有跟着我来，他昨晚就把车交给我手上 ，good job 啊，这个真的很信任我。那这辆车也是要卖的啦，如果你们看了这个影片对这辆车有兴趣的话呢，不妨可以 PM 我，车主要放大概80千，还可以再谈啊。相信你们也是可以看到这个 post 在 Facebook， 然后它也是全马唯一一辆的 Nano Grey。Alright guys， 在我前面呢就是一个 Civic Type R， 代号为 FN2， 我们也称为 Euro R 的。先来说一下它跟 FD2 的到底有什么不一样。FD2 呢，它是4门版，而且这辆车是一个2门版。我觉得这个车的外形还是不错，因为它双门嘛，看起来蛮拉风的。从这个角度看下去，很像一个子弹型啊，圆圆的。那有些人就觉得不凶，很可爱，没有一点 Type R 的 feel。可是对我来说，它样子其实比 EB3 Civic Type R 还好看的，因为 EB3 真的很像 Jazz 哦。FN2 呢跟 FD2 同一个时代推出嘛 ，FD2 是4个门，那么的后悬挂是一个 double wishbone， 我们也称为叫双 AB。FN2 就换成了 torsion beam。哇，带了一个堂堂的 Type R， 以前呢 EK9 那些全部都是4个 double wishbone 的 ，FD2 只剩下后面是 double wishbone， 不要紧的 FN2 你把它拿掉干嘛呢？他们是这样子说了，它是针对欧洲市场所研发的一辆车，因为欧洲喜欢这样的口味嘛。我们首先来解锁一下这辆车，你看一下这是它的钥匙哈，它是没有红色 logo 的啦 ，FD2 呢就有红色的，那钥匙长得一模一样 ，OK。它就没有无钥匙进入，可是这辆车的手把呢就不是拉的，它是里面有一个按钮，按一按 ，OK， 开关门的声音都是挺扎实的哈。我们来打开引擎盖一下，这边旁边拉一拉 ，OK。这辆车呢还有一个 Carbon Craft 的 JS Racing 的 bonnet， 就很轻。
这辆车的原装引擎代号为 K20Z4，FD2 那一副是搭载着一个 K20A，K20A 跟 K20Z4 调教有点不一样。FD2R 的 K20A 可以产生225匹马力，215个牛顿米，可是 K20Z4 呢，它可以产生201 PS， 还有193个牛顿米的扭力，所以它的压缩比不一样，调教输出全部都不一样。简单来说，原装引擎呢，它的动力输出还比 FD2 差了一点，原厂也没有开到9000转这么高，车身重量大概1350公斤左右，还比 FD2 轻一点点呢。原装是一个2.0公升的自然吸气4缸引擎，可以产生201 PS， 还有193个牛顿米的扭力，再配搭这一个6速的手动变速箱。那原装的这个 Final 也是跟 FD2 一样的哈，4.7啊 ，Gear Ratio 呢就在4档跟5档的时候就有一点差别了，所以你们可以看这边啊，其余的都是跟 FD2 差不多，所以 FD2 针对于下赛道用 ，FN2 呢是针对于欧洲市场城市价会好价一点。那这辆车呢也是有改装过了啦，所以首先它就换了一个 K24的 Block， 把排气量升大。首先你要把马力跟扭力提高的话，最基本的一点就是它的排气量要高一点，换了这个 High Com Piston、Nippon Racing、FD2R 的 Cam、FD2R 的 RRC， 还有 Oil Pump， 新的 Tensioner、Bearing 啊、Chain 啊，全部都是换新的了。RBC Intake Manifold Port、RSP Port and Polish 的 Head， 这个 Head 也是 FD2R 的 ，Throttle Body 也是 FD2R 的 ，APR Head Start。King Race Engine Bearing， 离合器的线啊也是 Steel Braided 的 ，Steel Braided Fuel Hose，K-Tune 的 Fuel Regulator，Forge Racing Blocks Radiator，JS Racing 的 Thermostat，Honda Tough Fresh Pro， 所以这辆车是打9气的哈。Super Circuit 的 Exhaust Header，6寸的 K&N 的 Open Port， 当然是客制化的啦，轮上达到240匹马力左右，扭力大概260个牛顿米的扭力，在小亮这样240匹马力还不错一下。那但是 K24的后果就是它不太耐高转啊，大概是8200这样子它就够了。怎么认它是 FD2R 的 Head 呢？你可以看到这边这一排字，很明显写的 Honda Co.Ltd。你们也可以去看我 FD2 的影片，我也是有大概解释过。K20A 其实它有很多副，有 EB3 啦，有 DC5 啦，有 CL7 啦，最终极的还是 FD2， 它是最后一代最优化、最有力、最好。其余的 K20A 的 Head 只是写 Honda 罢了啊。其实这个车的底盘当年是跟 Honda Jazz 共享的，据说它的这个避震器那些 Honda Jazz 也是可以用的。车头呢就很像当年 Honda Odyssey 的，有没有？扁扁长长的，这个时代也一点都不输烂。很多三角形的设计元素，雾灯也是一个三角形的，排气管那边也是一个三角形的啊。这辆车原装漆是红色的啊，现在换了一个 Nano Grey， 全码只有一辆 Front Splitter 啊 ，Original GP Kit，Rear Diffuser 也是一样 ，Carbon Craft Mugen Spoiler 看起来更加的精神调，尾灯也是长长的，到现在看起来还 OK。轮圈方面就换上了一个来自泰国的 CE28L， 轮胎尺寸为235/40R18， 换上了 Lancel R5009， 类似像 Semi Slick 的，我不知道好不好用，我没有用过这个轮胎。这辆车主已经升级了一个4活塞的 Brembo 刹车卡钳，320mm 的刹车通风碟，避震器换了 Gap SS High Low Soft Hub Billabong， 前面10K 的 Spring， 后面8K，Lower Arm 呢的 bushing 全部做 ball joint 了啊，前面也拉了 Anti Roll Bar、Rear Anti Roll Bar， 还有一个 Roll Bar， 更多一点手指了啊，因为车主的家有减速带，所以这辆车不能调得太低，后面也大概1根手指，所以这样高度过减速带大概是都没有问题，因为它轴距本来都不长嘛，后面也是用这235/40R18寸原装的刹车卡钳，换上了一个刹车通风碟了。这个油盖的确是塑料，长得很像 aluminium 嘛。排气管它是 custom 的3寸，很大声，我相信它是 straight pipe 来的。打开车尾箱的方式哈，这辆车是钥匙上面没有的按，可是它比 FD2 好一点。FD2 后面没有电磁阀，可是这辆车有，这里下面拉一拉，你就可以打开车尾箱了。基本上它是一个 hot hatch 啦，椅背可以做倾倒，你去 IKEA 买东西完全都没有问题。基本上就是这么大，2门车来讲很够用了哈。关闭这个尾箱。其实 Honda 的所有 Type R 都是有红色标 ，Euro R 这辆车有，可是 Accord CL7 没有嘞。可是它是 K20A， 这辆 K24Z4 有红标，可是那辆没有，就有点不公平嘛。希望早一天有机会可以拍到，没有试驾过。那辆车还不错，半注赤老虎的车，很多人不懂它是 Type R 的引擎，内饰里面也是红黑配搭啦，跟 FD2 是一样的。这边的按键啊，全部跟 FD2 一样，除了这个门锁呢 ，FD2 没有啦。椅子方面跟 FD2 是一样的 ，Semi Bucket Seat， 坐起来跟 FD2 一模一样。旁边还有安全气囊，因为双门的关系，它有多了一个拉杆，这个是 FD2 没有的。所以你可以这样子拉，很容易往后面伸。那我们坐进来后面试试看吧。这个位置是蛮宽敞的，它跟我的 EK 是一样。它头部空间大概剩下3根手指，腿部空间剩下1个拳头。这边还有一个置杯夹，手可以很舒服放在这边，一点都不觉得这辆车有压迫感，而且很宽敞。这个视角看下去都非常的 OK， 很大很宽，没有问题。只是这个 room bar 就比较麻烦了一点，那个脚不知道放哪里哈。有一个头枕，可是没有中央扶手。
所以两张椅子都有多这个拉杆啊，跟 FD2 一样。这样子转，它是不用转的。这边有一个 start button， 你可以看到它亮着，所有的都是红色的 meter， 就不需要踩任何的离合器 start。那这里冷气的控制在这边，所有的显示都会在那边出来。冷气的风啊，这个温度啊，全部都在这边调。然后这边就是有的调仪表的亮度，可以换 km per hour。还是 MPH， 因为这辆车是 Euro 版 ，GT 版的话呢就比较高配啊，它有多了很多 airbag， 还有防滑系统哦，这个是在 FD2 没有的。它的 signal 呢有一键闪三下哈，头灯高低调节，这个就是给 DEFI 的一些按钮，所以这个是泰国版的 DEFI 啦，不是原装的，保留着 FD2 的风琴式踏板，我们来听一下声音。方向盘呢就跟 FD2 长得一模一样。后期的 FD2 是有多这些音量按键的，可是 FD2 就没有这个，因为这个是按来给这个 meter 的，比如说你的 range 多少、平均油耗啊、综合时速啊、瞬间油耗啊，全部都有了。可是当年呢，日本其实有推出200辆而已哦，也就是之前阿豪买的那辆。Type R number 呢，如果是5个数位的，就是Euro 版，如果是4个数位的，就是日本版，因为日本版只有200辆嘛，所以从0001到0200，它的不一样就是它的新的是在回右手边哦，日本版，而且最重要就是日本版的 FN2R， 它的引擎是搭载在 FD2R 的那一副 K20A， 所以是中级版的耶，能够买到是恭喜你啦，真的是数量有限啊。这里有多一个 rev meter， 跟 FD2 是一样的，可是这个比较小，比较可爱。这辆车的 VTEC on 呢，我发现它是4500转开始，很可爱的这个 meter， 但是还是看起来蛮热血哈，长期 Kenwood 的啦。还有自动头灯啊，这个就是 Euro 版有的6速的手排变速箱，还换了一个挡挂，原装的离合器踩起来都是非常的爽，不会太重，刚刚好。这里还有一个储放空间啊，这边还有一个烟头，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可以打开烟灰缸，跟 FD2 有一个储物空间，还有2个置杯架。可爱的一点就是它比较小，还有一个传统手刹。这个是 GT 版啊，所以它是有一个中央扶手的。所以 GT 版比较高规一点，可能喇叭也多一点啊，有这个推特啦，一些灯的开关啊，哦还有灯的哦。副驾驶多了这个调空调的，还是可以用的哦。哇 ，interesting。然后它的2个窗呢都是一键上下的啊，左边跟右边。迫不及待去试驾了吧，对吧 ？K24。在这辆车发挥成怎么样？非常可爱，有点子弹型的车，有吧？OK， 好，话不多说，我们去试驾吧。跟沈丽看 ，Let's go。这辆车的换挡的感觉的清晰度啊，感觉到哈，好像跟 FD2 有一点点的差别。OK， 就感觉到 FD2 比较清晰一点啊，不知道为何。OK， 可能那个才是真的Type R，这个是一个 Euro R 吧。那首先这辆车呢，就冷车的时候是非常的难开哦，不顺，所以这辆车真的要给它热了才好开。因为这辆车毕竟还是改过了的 ，fuel regulator 也好 ，fuel pump 也好，全部都是比较 high pressure 那种哈，所以就真的是要等热了它才才能顺啊，不然的话就很吵啊，驾到。这个我讲不明白的。要亲身体验才懂哦，你感觉那个油来的真的很不顺。那如果是热车之后，你看我这样子驾完全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OK， 虽然这辆车换了 adjustable 啊，可是这辆车我觉得还是挺好驾的哈。当然是对于普通车来说，这辆车悬挂是很硬一下，可是对于一些高性能车来讲来的话呢，这辆车蛮舒服的。再加上它的这个离合器呢还是原装啊，所以很好驾。如果是换了那种 clutch locking 啊 Ogura clutch 啊，或者是 DTR 啊，肯定是很重很难驾。这辆车是 no problem 啦，哎呀 daily drive 没有问题啦，对我来讲哈。哇，这辆车还有一个小可爱呢 FN2。哎，对了 VSA off， 所以就会有三角形的灯出来。不喜欢有防滑系统，反正这辆车有 LSD 嘛，没有 Hill Hold Assist。完全辅助系统没有啊，除了 VSC 之外啦，啊，所以这辆车
开起来蛮原始的哈。所以 FN2R 的方向盘是电子助力的哈 ，FD2 则是液压助力 hydraulic。所以呢，当它架起来的感觉也是稍微不同。所以 FD2 更加的直接，更加的成熟稳重的感觉，更加 sport。那这辆车虽然是电子啦，可是它的转向感觉到还是挺重的哈。不错，虽然感觉没有这么直接了，而且油门上面呢，它也是用的电子的 ，FD2 则是拉钢线所以你买这样多辆 Type R 其实各有各的不同。但是给我来说，我的心目中最终极版的自然吸气的 Type R 还是 FD2 啦。这辆车的视野角度其实还不错这个镜子蛮大，然后这个窗也蛮大，然后side mirror也是够大。那只是说它的后面的窗呢就很小，当望后镜望过去呢，中间那边好像多了一个尾翼的感觉，所以后面的视野不是太好好在就是它的窗side mirror都够大。今天我驾这辆车完全不用谈什么隔音虽然它隔音是不错虽然这辆车的 pipe 有一点大声，可是不用说什么隔音，我们就是要来感受一下 Type R。做本田烂仔就是要够潮。那时候我看到阿豪买这辆车的时候挺开心的，因为他可以享受一个自然吸气高转的那种高潮的感觉。在这个年代来讲呢，很多人都不太欣赏了因为这个 Turbo 时代尤其是电车已经这么成熟了，随随便便0到100一个1.9秒2秒那些都可以做得到而且完全是没有声音的。这辆来自于欧洲的这个 FN2R GT 呢，它其实是蛮高配的。你可以看到它的配置其实相当高的 ，GT 版呢就有双区的恒温空调啦，它有多了这些什么旁边的 airbag 啦，然后有 VSC 啦。可是呢，当年呢日本其实有推出一个200辆左右的它是搭载着 FD2R 的 K20A。他好像是要来跑比赛还是什么而且来推出的，所以他有一个 brochure 出来。这个阿豪呢，昨天有发给我看。关于那辆车的 review 呢，你们不妨可以去看 Rider ATH 的影片因为当年他也是有买了一辆来玩。完了玩了不久就跟你换个 FK2 了。哎呦，虽然他们的样子长得好像有一点一样FK2 就大量一点的后面也是 torsion beam 阿豪不能torsion beam 没有前途的 FL5 才是有前途的。如果论到坐姿的话呢，其实我觉得 FN2R 真的是输给 FD2。FD2 的这个坐姿全部 everything is alright， 坐的低的都可以。可这辆车我已经调到最低了，我还是觉得这辆车坐姿很高。然后这个挡挂虽然它的高度是 OK 啦，可是其实我很不喜欢中间这个斜这样子。给我来说，我还是相当喜欢 FD2 的这个内饰，虽然 FN2 长得很像也是双层的，可是它整个就是缩小版meter 也缩小了一点，没有这么宽dashboard 这边也是没有这么宽，置杯架这边也是比较小了一点。是不错啦，虽然我没有踩到很高转，可是呢，就感觉到车身没有 FD 稳而且它 dog steer 的蛮多一下。说恐怖，我觉得动力是真的是蛮恐怖一下啦。给一个这么轻的车来说，这辆车的前面的 camber 开了2度所以后面的大概1度这样了，还有 camber kit 可是这辆车我觉得在过弯的时候好像没有很稳的感觉嘞。Yes， 我就觉得侧倾也是有躲一下，虽然这个椅子可以 hold 得住我的身体，可是它有一种莫名的感觉，我过弯的时候
好像没有什么敢去，可能我不熟这辆车啦。然后方向盘的敏感度也是有增加了，因为它毕竟开了2度的 camber， 所以过弯的时候就转向幅度也没有这么大，也比较敏感了一点。4500转 VTEC 开，要不要再听一下 VTEC 开的声音？呀、FD2 的 cam。Icon， 如果你说 FN2 的这个 gear ratio 跟 FD2 开起来还会很大的差别，其实没有，大家都是 final 都是4.76左右嘛，分别1档、2档、3档都是一样，除了4跟5不一样，6档都是一样的。所以坦白说，我开不出来分别在哪里了，因为毕竟这辆车也是 K24了，所以它动力这么大了，所以你基本上费不到太多。只是说这个 Final 4.76，你开高速的时候比较辛苦啦 ，OK， 所以你在走4000转才132 km/h， 所以如果有这种 exhaust strip pipe 的话，你加高速。你也不能驾得太慢，因为在3000转的时候会有那种 droning 的声音，油也不能炒太多，所以你就是要再加人肯定是不行的这样子。可是无可否认，这动力已经是非常的足啊。Highway 是好驾的，它动力也是好驾的，可能过弯就是输给 FD2 太多了。在晒什么啊，大哥？今天平常天呢，又不是什么大假日啦，没有塞车都不知道原来这一个弯的景色是这么漂亮的，这么多树。一路塞车塞到来这边了，所以就在这边结尾就好了。所以如果你们喜欢看这个影片的朋友们呢，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还有打开小铃铛。如果你们对这辆车有兴趣的话，不妨 PM 我带你看车。下个影片冲上云霄再见啦 ，Goodbye。